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有个粉丝给我推荐了一个神器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它叫锅气香精。他自己在家里面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，他说觉得自己的厨艺提高了很多，他让我也试一下。这瓶就是他给我寄过来的，他说这个还不便宜，你看盖子打开，他说这个一瓶下来，有点刺鼻，一瓶下来大概是60多块钱。然后他炒一份的话用这个试管，这个叫吸管对吧？对，吸管的话就是比如说半斤菜，这个就下1克进去，然后这是像油的颜色一样，我吸一点出来看一下，对，是这个颜色的，有点像植物油，像混合油的感觉。一份菜我马上用来炒包菜试一下，这个闻起来的感觉就是一股香精的味道，我没有闻到锅气的味道。不管它怎么说，先试一下吧。今天用我们店里面卖的比较好的一道菜，叫做油炸莲白。好，首先把这个莲白前面几层叶子把丝来丢掉，这个叶子是偏绿色，绿色的叶子就老，它是你看软塌塌的。油炸莲白呢，首先把这个给它去一下，然后撕这个很简单的，1开4，把这个拿开就可以了。大家都不会做这个莲白，撕莲白其实特别简单，把这一块撕下来，这个就不要了，这个杆。莲白好不好吃跟手撕有很大的关系。这一块是这里是头，这里是尾，先把这里掐开，然后这个莲白撕成什么大小呢？5厘米宽，6厘米长的样子，最大就是6厘米宽，7厘米长，这样子差不多。这个大小比较合适啊，家里面的话可以再撕小块一点。我这一下就撕2份出来，一份用它这个锅气香精来炒，另外一份我就用我们平时的传统方法来炒，就是利用灶炒出锅气来。这个莲白很好，几乎没有什么根，也没有什么筋之类的。你看这个把它撕掉就可以了。这个筋就这一块，这个筋是不要的，这个口感不好。莲白嫩不嫩，主要看它颜色够不够白。如果说莲白偏绿色的，一定是老的。比如说这一块，它是偏外面的，你看不怎么脆，比较老。直接撕开，像这种软塌塌的，炒出来也不会脆，也不会嫩，直接 pass 掉，直接丢一边。比如说像这种你看这种一看就是脆的，听一下声音，这种看到没？一看就是脆的。现在我们就准备炒了，这个包菜我已经洗过了，把水沥干了。我们做油炸莲白，首先是这个肥肉、干辣椒、蒜，然后这个香精，我们就做2种，一种呢加香精，然后就是不炒出锅气，另外一种炒出锅气不加香精，来对比这个到底怎么样。来，准备操作。今天我们用的灶就是模仿的家庭小灶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先炒没有锅气的，先加一点点油，润一下锅，再加点猪油，把猪油爆出来，这个太多了。这一版是没有锅气的啊。油炸莲白为什么要用猪油呢？因为猪油它炒的菜，它能够很好的吸附、吸味道，把味道粘在菜上面。你看，哇，家庭小灶好好炒啊！这个灶又好炒，然后呢，锅又轻，多好啊！这个油炸必须是当天做的，当天炸出来当天用，放久了这个油炸都不好吃。好，这个油炸差不多了，
就开小火。这个油看起来是多了一点，打一点出来，宁可后面再加都可以，前期不要放那么多油。好，这个是没有过气的，加点蒜，加点干辣椒，加一点点花椒，然后就直接下这个包菜，下一半。这个是没有锅气的啊，我们就不需要开大火了，就小火炒。这样才能够模仿家庭里面真正的做菜。炒包菜要想炒得好吃，最重要的一个是，千万不要加水。一加水，这个包菜呢，它就第一不脆。第二，它的味道就不香。哟，这个锅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这里非常烫，然后要用一个毛巾，等一下。好，基本上已经熟了。你看，这包菜就这样子就已经熟了。加水的包菜很难炒熟。这是我们的调味。调味的话呢，加蚝油。加酱油，然后呢，加一点盐，加一点味精，加点鸡精，加点白糖。第一份啊是没有锅气的，就随便炒一下就可以了，模仿家庭里面。得上科技了，这里科技上一点点，这个加少一点，因为是半份，这么多差不多。放进去了。这个我感觉放多了要倒沫子。好，拌一下。OK， 关火，准备出菜。这一份你几乎别说锅气了，你那个烟都很少看得到。放进来。好，洗个锅，准备第二份。好，准备开火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如何家庭小灶都可以做到有锅气。先刷一下锅，那这下就要开大火了。大火也是一样的啊，将就刚才的猪油当药引子，然后再加这一个新鲜的这个猪油下去。现在就要开大火炒了。你看我们这个是一样的，最大的火就是这样了，它没有特别大。然后我们这个也是一样的哈，要把多余的油打出来。炒包菜最忌讳油不够和油太多，把它打到一边，不够的时候我们再加都来得及。好，这个时候关小火，然后呢，减料。我这一次呢，相当于是把辣椒、花椒、蒜放在一起，直接下锅。你看，这是要开大火，看到辣椒的颜色啊变了之后，再下包菜。下完包菜了就要翻炒，听到声音啊，这个就是锅气，看到没？这个就叫做锅气。看到烟了就是锅气，这个冒烟不代表要炒糊。你看锅里面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有锅气了，但是菜呢有点焦，不是特别焦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这有点焦，不是特别焦，就是要有点这种焦香味。好，把锅坐上去，这个时候需要放入酱油，酱油呢锅边淋入，看到没？它自动带锅气。放点蚝油，
调个味，白糖、鸡精、盐、味精放下去。好，这时候开大火，一定要大火，小火的话不香。然后再翻几下，关火。OK。锅气哈，有锅气的菜，你看这个颜色会更老一些。来看一下锅里面啊，这一份跟上一份对比，你看锅边上它是干的，有一层锅巴，这种啊，这样子就更香。好，我来关一下风机。这道菜就做完了，打过盒。这两道菜呢，从感官上面来看，这一份的颜色会更重一些，这一份的颜色会淡一些。我先吃一下这个吧，传统的，传统的包菜，莲白，闻起来就能够闻到一股焦香的那感觉，但是没有焦。脆，然后够味。像这种叶子啊，不只是脆啊，还能吃到嫩，还能吃到嫩脆的感觉。花椒和辣椒的香味在里面，猪油的味道在里面。这道菜一定要热吃，一冷了之后包菜会软，而且咱们的油特别少，看到没？都说放油多一点，炒出来更快。它快是快，但是它很难产生锅气。锅气就是火开的合适，油放的合适，在里面炒的时候，菜呢会因为油正好不多不少，油温比较高，然后会把这个肉煎炒、煎熟、煎炒，煎出很香的味道来。再来尝一下这个科技版，这一版就很明显闻不到锅气的味道，但是我尝一下这个口感味道怎么样？这个包菜吃起来跟刚才明显的不一样。这个香精放进去，真的是有锅气的感觉，但是很奇怪，它有锅气的味道，但是没有锅气的那种口感，跟刚才我在瓶子里面闻的味道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很奇怪。这个味道很刺鼻，但是放到菜里面呢，它是正好是有具备这个锅气的味道，但是这个吃起来呢，口感跟传统炒出来还不一样。这个非常脆，香嫩脆，但是这个呢，有锅气的香味，但是没有脆和嫩的那种感觉，很奇怪。就好像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你前面一个成年人在前面走，他的身影形态都像一个成年人，但是你拍他一下肩膀，他转过来居然是一个7、8岁的孩子的脸，就给人的感觉很怪的那种感觉。科技真的是很厉害，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哪些人在用这个东西啊，厉害。反正这瓶也不用了，我直接尝一下浓缩版的，直接尝一下。哇，这个有点像浓缩香精，吃到舌头上，舌头马上就麻了，直接就麻了。这两个的感觉，这一个真的是有锅气，这一个很难掌握。你如果没有个几年的炒工啊，也不懂火候，不懂油温的话，
你炒出这个不是锅气了，叫做焦糊感。然后这一个呢，你就是不要把它炒糊了，最后加一点香精那个锅气香精进去，能够弥补你技术上面的不足。但是我觉得也不是长久的事情，这一瓶60块钱，这一瓶60块钱，我觉得倒不如你多买点莲白回来炼，火候是可以炼出来的，是吧？60块钱我可以买20斤、30斤包菜了，30斤我可以炒几十次机会了。我觉得倒不如去炼，这一份确实是有锅气，但是就是像刚才我说的很奇怪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先讲到这里，你们自己自行分辨是买香精还是买菜回来炼。如果大家对包菜感兴趣的话，后面出一期精致版的，我们的经验版直接出一个给大家，在餐厅也可以，在家里面能够做出餐厅的感觉。本期视频到这里，今天好热，拜拜。